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鸡蛋是我们日常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物，它的烹饪方式也非常多样，可以煮、炒、煎、蒸等，可以搭配各种辅料和调料，为我们的餐桌增添更多美味和口感。今天小颖跟大家分享把面粉倒入鸡蛋里面的新做法。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有见过，我也是跟着邻居老奶奶学的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几个新鲜的公鸡蛋，因为公鸡蛋的蛋黄比较大，它的口感也会更好。在购买鸡蛋时，还要注意观察鸡蛋的破损情况。新鲜的鸡蛋蛋壳坚固，破损处干净，无腥味；而变质的鸡蛋蛋壳容易剥离，破损处有脓液流出，有腥味。所以在购买鸡蛋时，一定要注意检查，避免食用变质的鸡蛋。把鸡蛋放入碗中，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1勺小苏打，倒入清水。清水一定要没过鸡蛋，然后下手慢慢搅拌，使食盐融化。盐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，而小苏打具有很强的软化鸡粪的效果。加入这2样东西来浸泡清洗鸡蛋，这样才能把鸡蛋充分的清洗干净，不会有细菌进入到鸡蛋内部，导致鸡蛋变质。所以我们在烹饪鸡蛋的时候，都要非常仔细的把它清洗干净。像这样一个一个清洗干净，用盐水浸泡之后，细菌就不容易粘在鸡蛋壳上面了。控水捞出，放入另一个盆中，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一个一个清洗干净。清洗鸡蛋的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，只有这样处理过的鸡蛋，我们吃起来才放心。以后要是用鸡蛋做美食的时候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清洗鸡蛋。鸡蛋清洗干净之后，然后我们把鸡蛋捞出来，放进盘中。用厨房纸巾擦干表面的水分，这里水分一定要晒干或者是彻底擦干，否则深水会影响鸡蛋保存，细菌容易侵入到鸡蛋内部，容易使鸡蛋变质。水分擦干以后，先装入碗中备用。这时我们再准备一瓶高度白酒，度数最好在40度往上70度之间，越高越好。把白酒倒入鸡蛋里，再把鸡蛋一个个裹上一层白酒。白酒能起到杀毒消菌的作用，必不可少。白酒起到了防腐保质的作用。再把裹好白酒的鸡蛋一个个放入另一个碗中，再往里边加入2勺面粉，面粉无论是低筋、中筋、高筋都可以。然后我们再把鸡蛋像这样转动一圈，让鸡蛋的表面裹上一层面粉，给鸡蛋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。把所有的鸡蛋都像这样滚上一圈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全部处理好之后，再给它放入盘中。这里要注意，盘子要保持干燥，不要有水。全部放好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准备一个好看的西红柿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然后在碗里剩下的面粉，我们再加一些干面粉进来，加入20克食用盐。食用盐一次性可以多加一点，这样入味比较快，腌起来就比较快，鸡蛋就出油的更快。这样做成的鸡蛋比较入味。
再加入5克五香粉，加入5克13香，然后再加入150毫升凉开水。凉开水不容易滋生细菌，比纯净水更适合一些，千万不能加生水哦。然后再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，一定要把调料和面粉充分融合在一起，把它搅拌成一个非常粘稠、没有颗粒的面糊状，比较粘稠的程度就可以了。再把我们裹好面粉的鸡蛋，一个一个的放到面糊里面，然后再给鸡蛋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糊，用面糊来代替红泥，取材更加的方便，操作起来也特别的容易，而且优点就在于里面加入五香粉之类的调料，会比老手法的腌制出来更香，更容易入味，而且面粉家家户户都可以有，制作起来很便宜也很方便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用这个方法腌出来的鸡蛋会非常的好吃哦，保证各个流油起沙。咸鸡蛋，这是一道城乡民众都非常喜欢的简单食物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只要家里有鸡蛋就可以做。把裹好的鸡蛋放入提前准备好的无水无油的容器，这里要注意，这个容器一定要无油无水，不然的话鸡蛋容易坏掉。把剩下的面糊也倒进来，我们再盖上一张保鲜膜，把它密封起来。咸鸡蛋在腌制的过程当中是需要进行密封的，如果不密封，就会导致咸鸡蛋的味道和盐无法进入咸鸡蛋的内侧，会影响到咸鸡蛋的口感，所以必须要进行密封，并且如果不密封的话，就会有空气流通，就会容易滋生细菌，然后容易坏掉，特别是像冰箱环境嘈杂的地方，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腌制10天，就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咸香味了。再腌制20天左右，我们再给它放到太阳底下暴晒半天，这样也是咸鸡蛋出油的关键步骤。经过暴晒的鸡蛋，鸡蛋中的一部分水分会被蒸发掉，会使鸡蛋更多的出油。要吃时取出来，用温水清洗干净可以了，再煮6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如果喜欢吃咸一些的，可以再延长腌制的时间，那样吃起来口感就会更好了。用来配白粥，感觉都是一级棒，下酒下饭都不错，所以直接煮熟或者是蒸熟吃都是很好的选择。这样腌制好的咸鸡蛋真的是非常好吃，咸味适中，香的流油，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